今天我们要来喷我们的火龙果的肥料。我们火龙果现在的果实都还小小颗的，都还是绿色的。我们等一下要补一点肥料，这种液态的肥料，让它短效性的液态肥，短效性的把它补一点，让它果实膨大期，可以有足够的养分长大。那我们刚刚把这台开过来了，这还是我们老旧的喷洒肥料或农药的车啊。当然我们现在也都只有在喷肥料而已，而且后面那个洒水的那种装置啊，也都坏掉不能用了。原本还有另外一台比较新的，只是当初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会留下来务农，所以那一台已经以低价拿去卖人了。我们只剩下这台快坏掉了，修理了一下，我拿去请人修理了一下，留下来自己继续做使用啊，加减还能用就对了。那我们现在先来调制我们的肥料吧。这包液态肥啊，它的比例是氮肥比较高的氮 N 啊，氮比较高的，因为这种是短效型的。如果是要那种平常施撒的，我是都施撒那种2把2把那种用撒的那种的平均肥，那种可以维持比较久的时间啊。这种就是那种比较结晶，这种纯度比较高啊，它就是结晶盐类啊，它的那个时效就是比较短效的。所以果实膨大期，我有时候会使用这种氮肥比较高的这种液态肥，并且搭配我们的肥料车做喷洒，这样很快，你只要坐在上面喷一喷就结束了。啊，这个是我自己另外加的，这个是开根粉让植物的根系茁壮用的开根粉啊。这个它的只要一点点，它这个稀释倍率是1000倍到4000倍，这个稀释倍率很高啊。我们那台车子它后面的容量啊是200公升，就是200公斤的容量啊，所以以这个1000倍来讲，这个就是要加200克。然后这个肥料我们就大致的抓一下比例就好了。因为每一包肥料它的那个浓度都不一样，所以你就依照肥料上面都会写什么果树几年的树需要多重的肥分，然后你再按照上面或者是你自己田里的比例再去做调配。这种做农喷洒肥料这种事情啊，没有所谓的绝对比例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土壤都不一样，所以你要按照自己的土壤搭配自己合适的方式去做施肥啊，而不是那个看大家说怎么喷你就怎么喷。每一种气候啊，每一种地区的气候、土壤的肥性也都不一样，所以你要按照自己的步调来做实施啊。你看这都结块了，豆潮结块了，有没有像那个苏打汽水的样子啊？再把这开根粉给它加下去。刚刚蓝色，然后加那个粉末，它就变绿色了。它这个都有固定有这个啊，这个是滤网，网子，就是不要有一些太大的杂质下去啊。但是我是用那个水枪喷的，所以这个还好，你只要不要有那种石头啊什么掉下去都还好。这个是在滤这个啦，后面这个喷农药用的，但这个整组都坏了，所以我也用不到。这种汽油的颜色接下来我们要来接水管了。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的把它装满了，装到200公升。然后这一罐是我们原本要拿来浇水梨啊，就是姑姑他们做的要浇水梨啊。水梨今年已经采收完了，已经没有办法做贩卖了，那个已经采收完了，所以这个我也不打算留到明年。这个就是一些益生菌啊，EM 菌啊、光合菌啊，有的没有的，它上面没有标示啊，所以我也忘记是什么了，知道它就是益生菌啊。
然后我现在顺便加一桶这个益生菌下去做稀释，好可怕的东西。然后这台车子的操作也非常简单啊，就跟一般的手排车一样。然后它这边是引擎啊，它是从由这里发动，它把这个这样子拿下来，好，这支抽下来，打入这里。这个时候你就先开一点油啊，你要先把它油补进去之后，这个拉起来。当我们在施肥的时候，记得啊，就记住以下几种要点哦。大概就是第一，我们施肥的时候要注意薄肥勤施啊，薄肥勤施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人看到那个肥料啊，你就迫不及待啊，想要让你的树快速的成长，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撒，一直撒，一直撒。当植物它在大自然自然生存的时候，只是靠雨水啊，还有阳光这些自然的物质进行生长。当你今天一次给它那么多的肥料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负荷的，而且它的根跟它的整个吸收肥料的运作机制啊，它会只针对它需要的肥分做吸收，你多余的肥料也可能在你的土壤做堆积，而造成你的土质板结硬化。造成你的土壤变得不健康了，所以施肥的时候记得要薄，然后再来注意不要把它施在主根的附近，我们尽量就是施在它的落叶区，然后要根据你的土壤，然后遵照你的土壤还有你目前作物生长的不同时段而给予不同比例的肥料，这样才能让你的施肥达到最大的成效。最后补充一句，施肥不是最重要的，想办法养好你的土壤才是解决作物长不大问题的根本之道。那今天我们园区的喷洒就先到这里，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那个洛梨啊，这一棵是洛梨的实生苗，它应该是属于比较早生的那一种品种，然后这一棵是今年第一年生啊，第一年。然后旁边这一棵是我小时候就栽的杨桃，这棵好久了，可能应该有30年，应该有了。这一棵杨桃，这棵真的很久了。然后还有别人家长过来的香蕉，这一集很大哎，然后都没有包，你看超短根，这一笔别人家的香蕉啊。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底部有我火龙果的LINE的连结，我们有火龙果啊、洛梨啊，明年还会有一些水梨的贩售。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在底部按那个更多资讯，底部有我们的连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